我跟你们说哈，有个制碗厂的工人偷偷跟我讲了3种碗，说可千万别买回家，就算白送都别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。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餐具，但是你知道吗？市面上有些碗看似漂亮，其实很不安全，甚至会危害我们的健康。千万不要买劣质不锈钢碗。在过年串亲戚的时候，家里肯定会有很多小孩子们的到来。如果到时候吃饭的话，给这些小孩子拿一些不易摔坏的碗来用。这时候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拿不锈钢碗。确实，不锈钢碗不仅不易摔坏，而且还很隔热，给小孩子们用既方便又安全。但你知道，不是所有的不锈钢碗都能买。市面上有一些不锈钢的碗是非常劣质的，像这种劣质不锈钢碗极有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散发出一些有毒物质，尤其是在那种劣质不锈钢碗在遇到酸碱性事物的时候，经过化学反应会分析出一些有毒物质。如果不慎使用了这样的碗后，那么我们的身体就极有可能受到损害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看到这里，肯定就会有人问了，那么如果要买不锈钢碗的时候，要怎么分辨出是不是劣质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首先就要看它的材质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在买碗的时候，碗底下都会有个小标签，来证明这个碗是什么材质的。这时候，大家就只要仔细看碗下面的标志上有没有写着食品级304不锈钢材质就可以了。五颜六色的塑料碗。绝大多数的家庭在买碗的时候，通常都会选择最传统的陶瓷碗。其实这些陶瓷碗的实用性还是比较强的，而且有些陶瓷碗上还会印有一些简单的花纹，看起来也是比较好看的。但这种碗不耐摔，稍不注意的话就会掉到地上碎成一片了。对于家里有孩子家庭来说，通常都会给孩子买一些五颜六色的塑料碗。虽然这些塑料碗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好看，但用起来却是很方便的。毕竟对于孩子来说，他们的性格活泼好动，很容易将碗摔碎。如果碗破碎之后，也可能会让孩子受到伤害。也有一部分宝妈们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而给孩子买这种碗的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这种五颜六色的塑料碗当中可能会含有大量有害物质，从而会对孩子身体造成伤害。碗底采用过浓的碗。我们在买碗的时候，经常可以看到有些碗的底部以及外壁上有很多的彩釉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美观。而且采用瓦目前是比较流行的。其实这类型的碗我们需要特别的受益，因为有些碗体的采用过于浓，其实对我们的人气是有一定的伤害的。因为彩釉中的铅是固色的，我们经常使用的话，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内部，危害我们的健康，所以我们最好买下采用的碗是比较好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您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一个点赞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与鼓励，谢谢大家啦。无碗底的碗不建议买。现在很多做餐具的商家都在追求形态上的美观，而根本不考虑这个餐具的实用性。就比如以前的碗碟，一般都会有比较高且厚重的碗底，这样拖着碗的时候不会感觉烫伤，也更方便端着吃饭。但现在有些碗具为了让外观更加圆润美观，把碗托做得越来越小，甚至没有。虽然看着清清好看，但一点也不实用。我家之前就买过这种没有碗托的碗，用起来真的非常不人性化，因为没有碗底，
导致隔热性非常差，尤其是在蒸锅里，想拿出来的时候特别费事。一是太滑，二是烫手，打碎的几率也比带碗托的要大很多。还有一点就是收纳的时候，这种碗碟放在一起，非常容易卡住，不好分开，鸡肋得很，所以非常不建议大家购买。5. 过大或者过小的碗。过大或者过小的碗可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，但是它们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饮食习惯和健康。因为过大的碗会让我们容易吃得过多，导致摄入过多的热量和营养素。而且过大或者过小的碗也不方便我们拿，太大的碗拿不住，装满饭菜很沉，而过小的碗又装不了多少东西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合适大小的碗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习惯来定就行了。一般来说，一碗饭的量应该是一双手合成的拳头大小，这样就能保证我们吃的既不多也不少，也能满足我们的营养需求。当然，如果你是运动员或者特殊人群，你可以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和医生的建议来调整你的饭量。总之，选择适合自己的碗才是最重要的。6. 玻璃材质的碗。如果我们买过来是用来装饭的话，那么像这种玻璃碗就最好避开购买。玻璃碗上面没有防烫的作用，如果我们用来装饭，就会非常的烫，容易烫伤我们。有些玻璃碗的表面还比较光滑，如果上面有一些水渍、油渍的话，就容易打滑。而且玻璃碗也是一种易碎的产品，比较容易打碎。如果家里面有玻璃碗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它装一些凉菜，或者是装一些水果，都是比较合适的。如果是用来装饭，那么我们就最好避开使用。选购碗具时，我们不仅要注重外观和价格，更要关注碗的质量和安全性，避免购买那些质地不好、易碎易破的碗具，以免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危险。希望我的经验分享能对大家有所启发，让我们在选择碗具时更加谨慎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着想。好了，选购碗的小技巧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有好的小知识，欢迎下方留言评论哦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